德国拆卸生锈的断螺丝，他用这个钳子呢根本拧不动，螺丝已经锈死，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拆卸工具，这就是他的重点。你看了吗？他这样怎么拆呢？他把这个黑的带牙的放到这个上面，你看他一转就会卡紧螺丝，他把螺丝呢放到其中一个小孔里边，然后他再用电动扳手一边震动一边拆。你看怎么样？像这种生锈的螺丝必须需要震动，不震动你拆不掉，所以一边震动一边拧。你看轻松的拧掉了吧？虽然我不懂这是什么工具，但是呢它非常的好用，它是借力打力，所以才能够把这个螺丝轻松的拆掉。它就像杠杆一样，4两拨千斤。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先进，非常的实用。德国工具还是挺先进的。大家好，家里这种废旧的手机充电器，它里面还隐藏着一个宝贝，很多的人呢都不知道。今天呢我来分享给大家，这个宝贝它能做什么呢？下面呢大家跟我来看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充电器的这个线给剪开了，剪开以后呢把它给分开，大家看了吗？把它分开，分开了以后，然后把这个线再露出来，露出铜丝来。你知道它里面的宝贝是什么吗？下面大家一起跟我来见证一下。先把这个线给拧在一起，我们找一个电源，把它插上220伏的电。我们这个 LED 灯坏了，它可以维修 LED 灯。大家看，挨个的检测，哪一个灯珠坏了它就不亮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大家看了吗？这一个都坏掉了，它就不亮，但是这个呢它就亮。所以呢它可以轻松的检测维修这个 LED 灯，是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宝贝可以检测这个 LED 灯？然后呢它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大家跟我来看。我们的空调遥控器电池没有电了，怎么办呢？把它接上，插上。大家看怎么样？有电了吧？现在遥控器就可以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它是不是里面有宝贝？它既能给这个遥控器供电，然后还可以维修 LED 灯。所以呢遥控器没有电池了，开不了空调，就用它就行，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实用。好了，把这个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墙里的水管被打坏，你看英国水电工他是怎么修的？他先把水管的阀门关掉，他不用凿墙，用一个开孔器把漏水的地方开一个孔。接下来该怎么修呢？我们来看，他用这个止水钉给它做一个补丁，这样能不能行呢？我们往下看，然后他先把水管里边的水全部擦干净，然后接下来开始热熔。像这样的方法如果真能补住，那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所以我们往下看，它已经融透了，现在开始粘接。你看，把这个止水钉往上一粘，停上几秒钟，等它冷却了以后，它就粘在了一起。然后用剪刀把这个多余的剪掉，剪掉这个多余的以后呢，它找到掉下来的这一块，然后放在这个窟窿这里，再用瓷砖修复剂把它给磨好了，磨平了，给修复好。
这样修复好以后，美观又漂亮。这个不用凿墙的方法，真的值得我们学习。大家好，总阀门关不严，像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怎么热熔呢？我们看，热熔器根本没有办法沾水，也没有办法热熔。像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安装水龙头呢？怎么热熔万头、热熔三通呢？大家不要着急，今天呢，我来分享一个方法，即使阀门关不严，我们照样的热熔，照样的安装水龙头。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，我来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看。我们看，像这样的情况呢，这个阀门关不严，我们只能从这里，从水表这里把这个火接呢打开，打开以后让这个水呢往下流，它就不往这里流了，不往这里流水，我们就可以热熔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用管钳把它给拧下来。大家看了吗？这样让水往下流，不让这个水往这边流，不流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热熔了。看了吗？这个方法呢最好用、最实用。总阀门关不严，只有这个方法最好用。我们这会儿就可以热熔了。大家看，这会儿没有水了吧？我们就可以热熔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。很轻松，很容易，是不是？这个方法呢，很多人就想不到。今天呢，来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超市袋子上这个铝环是可以轻松打开的。我们找对方法，1秒钟就可以打开。这个呢，很多的人不知道，大部分人呢都是这样做，或者用剪刀直接剪了，或者呢用手把袋子撕坏了。那么这个袋子我们还想再用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撕坏了、剪掉了，这袋子用不了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呢也选择找一个起子把这个铝环呢给撬开，有的呢一不小心杵到手上出了一个窟窿，流血不止。所以呢朋友们，那么下面呢我就教你这个方法，1秒钟轻松打开。这个袋子呢是超市里边常用的，不管我们买散装的零食还是买蔬菜买水果，都要用上这样的袋子。超市里边的售货员呢在称重的时候直接就砸上一个铝环，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到家里，有的袋子呢特别的完好，而且呢我们还想再用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只手捏住袋子的这一边，另一只手捏住这一边，我们这样使劲，你看一拽就开了。我再让你看一下，我们再来看，只要一个手拉住这一边，一个手拉住这一边，我们慢慢的往外拉，你看这样轻轻的一拉它就开了。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铝环呢给拿掉就可以了，而且呢袋子完好无损，还可以再用。把这个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大家好，不管是5号电池还是7号电池，如果它没电了，不能用了，饿死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扔掉，我教你一招，1分钟给它恢复满电，而且呢电量十足，比新的呢还耐用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。如果家里的电池没电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去买新的了，再也不用跑老远了。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我们预备一个电源，然后呢测量一下这2个电池它到底还有没有电。我们看这个大的5号电池 1.49， 看了吗？ 1.48 不稳定，但是已经低于 1.5 伏了，低于 1.5 伏就亏电了。我们再看这个 1.24 1.36 不稳定，严重亏电了。所以呢我们就恢复它，恢复这一节，找一个手机的充电器插上，手机的数据线剪掉充电头，插上这个，
然后你看了吗？它里边有4根线，2根信号线，白的和绿的被我剪断了，剩下这个电源线，红的和灰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给它充电，红的呢放到正极，灰的呢放到负极。我建议大家呢，你用胶布粘上，要不用吸铁石给吸住，不要用手捏着。我只是做一个实验，我等它热的时候，我就会拿掉。一旦发热，马上拿掉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1.61，看见了吗？1.5伏的电池充到了1.61，它的电量比新电池还足，它比新电池都耐用，都好用。如果你家里有很多这种的电池，就用这个方法，1分钟，有的呢几十秒，充满一节电池，非常的实用。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大家好，网上一个很火的视频，往路由器上放一个旧手机，它的网速立马提升100倍，这是真的吗？他说把这个手机一定要开机，没有手机卡没事，但是一定要开机。开机的时候呢，我们测一下网速，它就非常流畅，非常好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手机先拿掉，先测一下这个路由器它的网速怎么样。首先我们保证手机连接的是这个路由器，然后呢返回，我们点开这个测网速，你看开始测速，看到没？正在检测，看到没？好了，你看下载速度11.2 MB， 上传速度4.23 MB， 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手机是开着的状态，放在路由器上。他说的是手机帮助路由器发射信号，然后我们看它能不能帮助，能不能增速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测一次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测一次，正在检测。现在是手机在这个路由器上，下载速度11.2，上传速度增长了1点，但是下载速度没有任何的增长，没有任何的变动。朋友们，它不能说没有效果，但是几乎是没有效果的。放上一个手机不起作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有一些网传的呢是不可信的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大家好，今天才知道原来花露水是502胶水的克星，很多的人呢都不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呢？今天呢我来实验一下，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。首先呢，把手给粘上，看了吧？这个时候你看，是不是已经粘住了？看到吗？粘得非常的结实。再用力的话，皮就掉了。打开这个花露水，然后来滴上几滴，这样的揉搓。你已经看见效果了，你看，再来点，朋友们，你看，粘到手上这个胶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很轻松，很容易的就掉了，是不是？实验证明呢，花露水确实是502胶的克星，效果呢相当好。把这个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